是宽，这是窄。我现在在成都宽窄巷子。说起成都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？熊猫。火锅。是美女。是帅哥。亦或是成都省四川市。玩笑归玩笑，但是川内大部分人都不用背井离乡到南方的广东去，都能留在成都，离家近一些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？现在我们到这个林芝的民航基地，我们准备坐着大巴然后去机场。第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的雪山，太阳已微微洒下一抹暖色。林芝民航基地距离市区有15元的的士车费，然后坐到机场一个人需要25元，这已经是最省的出行方式。全程都走高速，大概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机场位置是在米林县。值得说明的是，西藏的高速公路通行完全是免费的哟。我现在已经到林芝机场了。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雪山，这边也是。然后太阳刚升起来，就是山上现在有太阳了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钟，还是特别的冷。现在准备去托运行李了。作为一个可爱的女生，东西真的是太多了，感觉什么都要带。没想到回去过年的人这么多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咱们林芝机场呢虽然是不大，但是咱们林芝机场是西藏的客运量是第2，仅次于拉萨哦。西藏林芝机场给卓玛的印象就是年轻，处处都体现着现代化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林芝市的总面积比江苏省老大哥还大，但是生活的人只有20来万。作为西藏人口倒数第2的城市，是如何做到机场客流量仅次于拉萨的呢？首先，卓玛想到和此次出行的目的地成都一样，林芝也是西藏最著名的城市之一。良好的条件为全国的朋友提供了无限便利。林芝到拉萨整整400公里的高速畅通，也是西藏第1条电气化高铁的始发站，更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最低的地方，拥有西藏80%以上的森林树木，是全国第3大林区。很多朋友害怕高原反应，而林芝的特点就是很难有高原反应。目前只有飞机能直达林芝，未来最南的川藏铁路通车也可以直达。而我们走在林芝机场高速看到的高架桥，就是正在修建的川藏铁路。正是因为林芝有一个好的气候，很多朋友都把这里当一个中转站。看到那个川航的飞机了。根据球域统计数据，到西藏旅游的人次排名，拉萨是当之无愧的第1，而林芝每年都是第2。日喀则因为有珠穆朗玛峰，所以紧随其后。昨天的视频中讲了西藏林芝，一个比广东深圳还大的小镇，长期生活的人只有不到2000。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当地乡村的朋友依靠什么收入来生活呢？除了考公考编制，还有种地放牛，最重要的其实是接待全国朋友。走在卢兰镇的村子里面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民宿。过去的卢兰仅有美丽风光，但是经过的人看到没有基础设施，大部分都会直接到林芝市区。现在路到每个村，城镇修道大气美观，通水通电，未来川藏铁路还会在这里建站。不得不说，祖国和广东投入巨大，可能是全国最贵的小镇之一。因为基础条件方便了，更多人会停留在卢朗小镇，就像是成都这首歌听完了就想去看一看。而卢朗通过口口相传也成了名镇，全国很多朋友都知道石锅鸡。那么卢朗的居民生活怎么样呢？看看村里的房子，还有卓玛和他们跳舞时路边一排的车子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未来还要继续努力，跟着母亲走，生活只会越来越好。俗话说，西藏是小四川，而成都则是西藏的后花园。每年循环往复，来自川渝的兄弟姐妹络绎不绝，用一份真诚来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奋斗。走在西藏街头，除了藏族朋友以及全国游客，看到最多的就是川渝朋友。如果说大部分藏族朋友的第二个故乡是川渝，那么川渝朋友也早已把西藏当成了温馨之家。在这个机场里面的人还是挺多的。一年365天，每天的飞机起飞降落，迎来送往可爱的亲人。第一次来西藏的朋友充满好奇，第无数次的朋友会变得舒心。对于藏族朋友到成都以及四川其余地方相同，既期待又紧张，既熟悉又陌生。记得卓玛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到成都，当时还在想飞在天上是否安全，很多朋友都害怕坐飞机。不过西藏有飞机以来这么久，次次都让双向奔赴的朋友安全到达。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从成都回来。实际上，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很包容，无论到哪儿都会热烈欢迎，这就是咱们的大家庭。我等会儿要坐的飞机已经降落了，一架年龄18岁的 A319，银航客机的平均寿命是25年。大家觉得这架飞机还年轻吗？今天这个国航我也是第一次坐，之前坐的都是川航，还有海南航空，还有西藏航空。西藏的客机全部都是空客，大部分都是 A319，但是拉萨有 A330这样的航班。这个书包重不重呀？来，我来帮你背吧。还挺重的。美丽四川，我来了，而现代化的西藏也欢迎您。这边就是鲁朗小镇了。哦，全都是雪山哎。还有咱们的南迦巴瓦峰，不知道各位朋友坐飞机能看到吗？四川成都是西藏的后花园，也可以被称为小拉萨，因为在这里定居的藏族同胞数量是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一哦。每年都有超100万的藏族都会来成都一趟，其中就有20来万长期定居，数量相当于一个林芝哦。除了甘孜、阿坝、青海那些，咱们西藏在成都定居的最多的就是拉萨、阿里纳区那些。我们日喀则呢，虽然是西藏的第2大城市，人口也是第2个，但是居然在成都定居的最少的。不过呢，卓玛非常喜欢成都，所以今年出行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四川。现在已经上来了。非单手可持握的小型电子设备关机，并放置于行李架内或妥善存放。请您支持配合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。天府机场我还是第一次，之前去的那个是双流机场，这个天府机场还是挺大的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这边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好。成都天府国际机场2021年才开通，由于比较年轻，所以体现出时尚和科技感。候机区的椅子各有特色，18般的不同，还有随处可见的熊猫元素，就知道一定是在四川。对于卓玛来说，天府机场很宽敞，作为很多朋友到成都看到的第一眼，可谓是闪亮的名片。而成都还有一个同样大的双流国际机场，就知道这座城市发展有多好了。很多朋友都说，天府机场离市区太远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西藏的大部分机场都离市区都很远的，尤其是咱们昌都的机场，离市区都有140多公里。大家觉得这个距离还算远吗？对于我来说还行。尤其是有地铁，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。
全国目前只有3座城市有双国际机场，分别是北京、上海以及成都。整个西南地区也就只有成都、重庆和南京这些城还在建设规划中，所以暂时不列入名单。我觉得这个天府机场跟双流机场差不多大，但是人没有双流机场那么多。之所以要修天府机场，正是因为双流机场客流量爆满了。实际上，天府国际机场还是比双流国际机场大一些，从下飞机到取行李走了将近10分钟，又从取行李到坐地铁又走了10分钟，直到后面发现自己之前的话被打脸了。咱们国家有10几亿人，还有不到10亿没坐过飞机。希望卓玛最近的2期视频以后可以帮助到各位朋友。实际上，现在国内的机场都有指引，跟着路牌字体走，就基本不会出错。如果看不懂，完全可以询问身边的路人。现在全国的朋友都很热情，只要能帮得上忙，一定是义不容辞的。实际上，现在大城市的机场、火车站基本都有地铁，而小城市都会有公交或者是班车。这些交通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最实惠的方式了。比如成都地铁支持目前最主流的手机支付，也可以使用现金，不过建议备用15这样的小额纸币。卓玛刚刚说了，天府机场距离市区不算远，不过对于提了2个包，还有3次换乘的经历，以及从高原下来的最阳的我而言，真的是被打脸了。长途的感觉很累，在西藏虽然机场远，不过一上车倒头就睡，倒也轻松。但是成都这么远的地方也能通地铁，发达程度自然就不用说了。记得卓玛第一次坐飞机以及走出西藏都是到成都，当时体验到了完全不同于西藏的生活，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。未来还想走遍全国，比如北京、上海、江苏，一个个的实现吧，这是藏族姑娘的梦想。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我最熟悉的地方了。从天府机场到双流机场真的是费劲哈。大家看这个，我在双流很想你。之前我在某音上面刷到过很多这种的，我以为是 P 的，没想到真的是路牌。如果中间的这个是西藏的，我在西藏很想你。卓玛觉得成都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。卓玛觉得成都就和西藏一样，1年一个小变化，10年一个大变化。所以说城市和人一样，未来只会越来越好，不会越来越差。